好，我们直播开始啊！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这一期北京对话左拉，欢迎。谢谢北京邀请我进这个节目来聊聊我的遭遇，我的悲惨遭遇。哎呀，我们很 sorry 啊，听到你这个消息啊，左拉最近在台湾呢，算是输了一个官司啊，那么判他要入刑12个月，是吧？入狱12个月，那么实际上的确切日期呢，就是过2天，12月23日，对吧？这个具体呢，我们一会儿会给大家详细的聊。那等于今天呢，左拉是现身说法了，给我们讲讲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儿。那他是不是冤枉呢？那么在这个里面，大家可以引以为戒的点是什么呢？啊，我们都可以讲一下。那么左拉并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对吧？之前是中国人，湖南人。对，湖南出生，湖南长大，广东打过几年工，做过几年在中国跑来跑去的公民记者，然后在2010年就结婚，跑到台湾来了。那我们实际上标题里大家也看到了，算是逃离中国的人权记者左拉。那么这2部分呢，我们需要左拉先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啊。首先，你对你自己的这个职业定义是一个人权记者是吗？公民记者。实际上我不会说自己是公民记者，也不会说自己是人权记者，我只会说我是一个人权工作者，关心人权的。然后做的事情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公民报道，可能会有一些社会活动，总之就是要捍卫人权，然后要让这个世界变得公平一点。所以我在中所以国也做了你很多。的聚焦点就都是在这个公共利益层面、公共层面。对，公共议题。所以这也是想跟观众朋友先铺垫一下啊，我们今天关注的就是在这个公共层面的公共资料，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用啊？怎么用？那么左拉这次遇到的麻烦，就是在对这个公共资料的使用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啊，跟法院的这个判定，待会儿大家听到就会知道了，这个有一定的差距啊。那么好，另外一个部分呢，给我们简单说一下你是怎么从中国跑到台湾去的？那你现在的已经拿到的是台湾的这个算是什么公民的身份是吧？是。是这样子，我是1981年出生的，属鸡，然后在中国湖南一个煤矿小镇上面读职工子弟学校，读到高一就退学了，然后去广东打了1年工之后，又回到湖南长沙念职业技术学校学习打字，然后职业技术学校才待了1年之后，又去成人高考，成人自考，然后又去念了1年计算机资讯管理，然后就又去广东打工去了。然后在广东打了5年工之后，就又回到家乡去创业去了。然后但是创业没有认真创业，却一直在用我的个人网站去报道一些公共事务，比如说跑去重庆报道追牛金子户，跑去贵州瓮安去报道瓮安骚乱。所以在2006年、2010年之间，我常常报道一些中国的敏感事件，所以算是小有名气。我之所以能够报道这些敏感事件不用被抓，是因为那个年代属于胡锦涛执政的年代，他们的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说法是不折腾，就是说不改革，但是也不去特别的迫害这些公民记者什么的，跟习近平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遭遇。所以加上那个时候有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的一个大背景，所以中国的国务院就允许外国媒体在中国的自由走动、随意采访，只是需要征得当事人同意或者征得当事人的单位同意就行了。像我这种没有单位的话，就任何时候都可以接受采访，等于是我做公民记者同时得到了国际媒体的一个关注和保护，所以我那段时间算平安的。然后我在2011年来到台湾，2011年相对1911年辛亥革命，那刚好是民国100年嘛，所以我是民国70年出生，民国100年移居台湾。
然后我娶台湾太太，所以能够移居台湾，这就哦，是我为什么能够离开中国的原因。哦，对了，我要补充一呃，下，嗯我在台湾生活了大概14年，然后我因为是台湾的来自中国的配偶是可以申请入籍的，所以透过4年疫情居留2年的长期居留就可以申请为永久居留。这样子的话，我就在2018年入籍台湾了。然嗯后2017年最后一次去中国看望父母的时候，我就决定再也不去了，因为中国的朋友都说习近平在开倒车，所以我也知道文化大革命当中的那些中国的知识分子，比如说那些学贯中西的陈什么阙、陈寅恪啊这样的人都在中国就这么郁郁而终死掉了。然后巴金、老舍这些文学大家也是死在中国了，所以我觉得不死在一个集权的中国不值得，所以我就2017年就跟父母说提前拜拜了。所以在2020年台湾的大选前夕，我也把我的中国护照在所有媒体面前烧掉了，那表明中国是一个迫害人权的国家，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所以我既然能够来到这个自由的国家，我就不要再回去，因为一旦像这种中国配偶一旦想着要回去探亲，他就不可避免的会有自我审查，嗯。明白，所以我烧掉护照就不我有用自我审查。两个，等于你这个烧掉护照是当时做的一个行为艺术哈。我在这是。地方有两个小问题想问你啊。第一个问题是你还在中国的时候，为什么就是积极的投身在对于这个公众事件的一个报道上，尤其是特别敏感的公众事件，这个的初心是什么？初心是我是一个网络日志作者，反正写一些文化评论，顺便觉得能去现场看一眼，报道一下也不错。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公民记者，只是觉得自己去现场凑个热闹。但实际上对于整个媒体来说的话，这是一个极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以前的媒体是一个交互极少的冷的媒体，而有了社交媒体或者是这种网络日志作者出现之后，它就让这种媒体变成一种交互性很强的，每个人都可以评论，甚至每个人都可以报道。嗯所以这就有一个概念叫做数位赋权，就是数字科学技术、资讯技术让这种普通人也有了以前只有大资本家的媒体才有的说故事的能力，这叫赋权 嗯。（empowerment），应该是 empowerment 吧，就这个意思。所以这就是一个变化。所以你现在的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当年这个等于自学的这些各种的技术技巧，对，使一点点累用积的经验是吧？网络技术啊，做网站啊，写文章啊，做影片，这都是常年积累下来的一些基本的技巧。嗯。OK 啊，那第二个小问题就是当时你这个杯子上还有蔡英文哈，看到很有意思。对对，来，那我们这也跟这来个对，跟这个也有点关系。那么你是10年啊10年去的这个台湾哈，当时是只是因为找到了一位台湾太太吗？还有什么别的考虑的原因吗？那真的是只是因为娶台湾太太是，我并不是一个严肃的职业的，然后满口仁义道德的那种职业革命家，所以嗯我又不像那些什么1989年的那些民运人士一样，有着极好的学位、极好的社会地位，觉得要把自己当成孙中山啊、黄兴这样的革命者一样，去推动中国进入另外一个民主现代化的层次。所以我只是一个玩家，所以我觉得我离开中国没什么损失。好，那比较有意思的是呢，或者说比较讽刺的是，你逃离了这个中国啊，现在在台湾吃到了一个官司。当然了，这两者并不是说有某种因果关系啊，但是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吧，来聊聊你现在遇上的这个官司到底怎么回事儿。我通常会这么说，我说我在中国虽然没被抓过几回，但是还没坐过牢，想不到在民主的台湾要坐12个月牢。
就我不是说台湾的法治有什么问题啊，我就觉得法官大概率是有问题的，然后那个诬告我的人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不会把它说成是民主国家的一个败笔。我只是觉得这个遭遇是蛮讽刺的，我希望大家，特别是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能够来关心一下我这个状况，看看是不是对台湾的对司法的信心、对民主自由的信心构成挑战，是不是大家都要来想办法拨乱反正，捍卫一下这个秩序，社会秩序？我们先不说这个比较宏观的大的结论性的话啊，那我们节目最后的时候再来升华看看。我们先把这个事情因为观众很不清楚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先不说这个，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在中国啊，还是在这个民主国家，包括台湾，那犯法了就是要被判嘛，是吧？依法行事啊。没犯法，当然，当声然，当然你明声明声明，我坚决认为我没犯法，我引用的 OK，是这个他自行公开的资料。OK，好，你坚持认为你没犯法，但是台湾现在判你犯法，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从哪儿说起呢？好，是这样子，我来说吧。是这样子的，在中国有很多异议人士，大部分的异议人士的话会在加入那个独立中文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呢，是刘晓波啊、贝岭啊、刘彬燕啊这些8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海外有一些交流之后，就加入了一个什么国际笔会，创办了一个中文笔会。中文笔会它是独立的，它不受政府把控的，所以他们坚持要不为权利唱歌之类的，所以他们有集结了蛮多的艺人士。那独立中文笔会里面有滕彪，因为他在中国的活动非常的多，那国际上的话声望也很高，他的学术能力啊、英语能力啊、法语能力啊，然后对公众事务的长期的关注和投入，确实是我觉得是顶尖的异议人士了。所以他在2016年的时候，他是独立中文笔会的副会长。然后另外一个女生，她是台湾出生，但是她在香港工作生活，是香港自由亚洲的特约记者。然后她就常常跟异议人士打交道，所以她也同时当上了独立中文笔会的副会长。然后这是一个线索，另外一个线索是有另外一个异议人士叫杨建立，他应该是1989年的学生领袖之一吧。反正他的一次经典之作就是他在国外念完书，好像念什么数学专业，但是他在2002年还是哪年，他拿别人的护照跑去中国做调查，结果被当成间谍抓了，坐了几年牢之后又送回美国了。所以他在美国华盛顿创办一个民间组织，叫做公民力量。公民力量做得最多的就是什么研习营，就是什么族群会议啊，鼓励各种异议人士啊，各种比如说蒙古族的异议人士、新疆维吾尔族的异议人士、西藏的异议人士、香港异议人士，然后中国汉人异议人士，甚至台独、藏独、蒙独各种独都在一起，要用非暴力抗争的方式去做社会的变革，或者是做对中国的研究。所以他的这个会议就每年都办，可能有时候办在台湾，有时候办在华盛顿，但是2016年他把这个活动办在印度的达兰萨拉。印度达兰萨拉是藏人行政中央所在的位置，也就是说流亡藏人在印度的一个临时政府一样的一个流亡政府。所以那次活动的话，杨建立就让陈玉新做香港方面的联络人，香港这边的人都是他邀请的。这个资讯是杨建立在陈玉新，也就新宇 Me Too 指责滕彪在达兰萨拉会议过程中，然后对他有什么他不接受的行为，这个事情公开之后，杨建立写了一个公开信，然后提到新宇是被他当成是举办方、组织者之一。所以在这个事情中的话，我稍微打断一下啊，我给观众朋友稍微捋一下，我们现在听到了3个名字啊，一个是滕彪啊，另外一位女士呢是新宇啊，我们就用她的这个网名吧，好吧，滕彪新宇。
因为这个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算纠纷哈，我们其实在网络上当时是大家都看到了，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公共层面的一个事件了，就是说辛宇当时有指控说滕彪之前涉嫌对他性侵，我不知道我这么描述是否正确啊？你可以纠正我。我来补充一下，他是先要求滕彪对达兰萨拉的事情致歉，致完歉之后，那个辛宇说没有经过的人对什么 Me Too 事件致歉，但是他们两个对于当时事件的描述是不一致的，所以接下来辛宇就指控滕彪说未经他许可就擅自抢先发出来这个致歉声明了，不满意，然后又把它升级为强奸未遂，但是说他强奸未遂的话，他也没有提出任何的实质证据，但是根据当时流传的一些 email 啊或者是截图来看的话，基本上他们当时是处于相互体谅的状态。那些截图显然还是陈玉辛宇自行截图的，因为那个截图的聊天界面就是以辛宇的这个角度截图的。那我这样理解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啊，当时我在网上看到，我并没有去就是细致的去追踪这个事儿啊，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经常看到时间线上飘过来，我没去细看啊。我们今天好好回溯一下，你说的这个事情发生是在2016年的达兰萨拉，对吧？对。那么呢，在网络上形成这个，就辛宇在那里说滕彪这个是什么时候说的？不是2016年说的，是吧？2023年的6月20号左右。那等于是过了7年，他选择把这个事儿说出来。对。那这是什么动机什么？我先不说啊，因为不知道。那么好，过了7年，2023年，辛宇当时第一时间，你说你等于说他说过2次，对吧？第2次是说滕彪什么强奸未遂，这个语言是用到这个用语了，是吧？那么第1次的时候是说什么？最开始是说滕彪对他有某种是什么性侵吗？还是什么性骚扰还是什么？我看看啊。是6月21号，于杰率先写一篇文章，他提前了10天预告这个文章，说恶魔挑战者何以沦为另类，滕彪强奸未遂案的分析，这是他发起第1枪。然后呢，然后就滕彪的致歉声明就截止出来了，他说2016年4月我去印度的达兰萨拉参加一场会议，会后我要继续参加其他活动，就订了一家旅馆，认识多年的朋友辛宇女士也想多留几天，我就和她说旅店有房间。根据辛宇女士的回忆，接下来情况是这样子的，我带我的行李去他们那边的酒店，随即一过去看到滕彪在房间里，我问滕彪房间在哪里，他说就在这里，随即就扑上来，我推开他又大声呼喊，希望隔壁的人都听见，最后他放我走了。然后滕彪的声明就是这样子的，滕彪说在我记忆中我没有扑上去，也没有限制他离开，那是一场异常笨拙的求爱，但辛宇女士的感受并不相同，我完全尊重她的感受。第2，无论如何我的做法是不可接受和不可原谅的，对不起，我错了。第3，我对辛宇女士所受的伤害感到万分愧疚，我已多次私下向她道歉，今天更是要公开致歉，对不起，是我伤害了你。4，这是我一个人犯下的错，后果也应由我一个人承担，所以请我的朋友们一定不要为我辩护。第5，我也请支持者和公众道歉，请求大家原谅。滕彪2023年6月20日。你说的这个让我确实是想起来了，就是2年前23年的时候，这个事情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包括滕彪说的道歉书里那句话啊，说不是要强奸，也不是要性侵，也不是性骚扰，是一场笨拙的求爱啊，就这个后来成了大家一段时间在玩的一个网络上的文字梗，对吧？一场笨拙的求爱。那么对。其实这个事情到这里啊，那么事隔7年，辛宇女士把这一段这个不开心的往事啊拿出来说，因为当时是有一个 Me Too 事件嘛，对吧？很多女性在职场或在很多时候受到这种性骚扰，那么大家后来都勇敢的站出来说，那么说了，那么当事人滕彪也进行了一个道歉，是吧？但是这个道歉，辛宇女士并不接受，认为不好做的，是吧？
认为没经过他审核，率先发出来有抢夺话语权的样子。OK，那么在这个道歉不满意之后呢，那么新宇就这个言辞就上升了，是吧？就说滕彪是强奸未遂了。但是之前于杰那篇文章已经用了这个措辞，但是始终是没有证据，他只是要求他道歉，要求为什么事情道歉，他们相互都没有把那个内容陈述出来。OK，那么之后呢？就据你了解，那他既然不满意，双方就谈不拢了。那事后还有什么继续吗？那么新宇有没有去正式的告滕彪之类的？有吗？我没有看到新宇正式告滕彪，但是新宇导致滕彪丢了很多头衔和合作机会，比如说人道中国就马上和滕彪进行了切割，好像独立中文笔会也对滕彪进行了切割，好像有一些学校也因为收到新宇的投诉也对他进行了切割。然后甚至我们看到新闻报道上面的话，滕彪要去日本参加一个学术交流会议，也被新宇要求举办方取消他的这个场次，这个还是被那个什么林传媒写成新闻报道出来了。OK，那么问题来了，但是真正的证据来了，真正的关键点来了，性侵事实没有被其他的性别平等委员会或者是法院或者司法程序来认可的情况下，直接使用网络的这种声援，让网络的这种方式去展开一个取消文化，然后让滕彪的社会地位受到挫折，让他的社会活动受到挫折，这是不是公平？那么滕彪有没有觉得不公平而去告新宇呢？我没有看到滕彪告新宇的任何的表达，但是台湾这边也没看到新宇去告滕彪，但是我没看到新宇确实会阻止滕彪来台湾上节目什么的。他有我没听清楚，他有阻止滕彪来台湾还是没有阻止？他有跟中央广播电台说滕彪不应该出现在他们的节目里面。OK，那等于这个事情原本是他们2个人之间的事哈，那么新宇就觉得原本是应该告滕彪，结果来告我了。等会儿，那好，问题就在这里啊！因为我作为一个完全第三方啊，我听这个事情就是他们俩发生这个事情，然后呢，现在新宇呢觉得滕彪应该承受这些损失、这些惩罚，对吧？他认为，那么滕彪那边可能也觉得有一点愧疚或者什么，他就甘愿的承受这些损失，因为他并没有反过来去告新宇嘛，对吧？等于双方都没有告，但是这个事情为什么和你有关系呢？就是你是怎么卷入进去的呢？怎么变成告你呢？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嘛，因为我认识滕彪，也认识陈玉新，搞不好滕彪还是我把滕彪介绍给陈玉新认识的。就双方你都认识，对吧？男女双方你都认识。我可能认识新宇比滕彪认识新宇还早。所以滕彪来我家吃过饭。你是想当和事佬吗？在中间？没有，我没有要当和事佬，我是说，我当时的推文是这么写的。我当时的推文，也就是导致我被判刑的这些推文，我说6月23日是吧？那条推文。对，滕彪博士向陈玉欣小姐致歉，但陈玉欣不接受这件事，我真的不方便站队。但目前是陈玉欣要告前男友毛向辉诽谤，还要带上左拉一起告，这还是我未做立场预设的情况下去找毛向辉核实声明的真实性，算是帮了他。所以我说我想到一个玩法，前提是大家都坚信自己正确。然后第二条贴文是我说我的照片都是我亲手拍的，都是一手材料，居然在我的图片库里面找到一张黑方滕彪白方新宇的同框照片，时间是2019年。预告一下，我希望尽力列出已知真相，而不是搞成罗生门。欢迎大家一起收集相关讨论。我呢让子弹再飞一会儿，预计7月份上旬做直播和文字汇总。所以我的初衷是，确实是我不替任何人站队，
我也不是预设立场谁对谁错，我只是先收集他们各自的说法而已，各自的证据。你这么做，除了你认识双方这一点之外，我认识3方。OK， 你认识3方，就多这些跟这个事情有关的，你都认识。我跟你讲有哪个3方啊？新宇是女生，滕彪是男生，毛向辉也是男生。毛向辉呢，这3个人里面，我认识毛向辉是最早的，可能2004年就认识了。毛向辉也是我在中国的时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同事，或者是他是我的导师之类的，所以我们有很多合作。搞不好毛向辉也是我把他介绍给新宇认识的。然后毛向辉、新宇和他们还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了。然后新宇还帮毛向辉在2010年还是2011年生了一个儿子。所以这个事情就复杂了。当 MeToo 事件出来之后，毛向辉就写了一个声明，写了一下他所认识的陈玉欣。他认为陈玉欣有非常非常多不检点的地方。他说他的声明是：我认识滕彪先生，更认识新宇陈玉欣女士，因为我们曾经有一段同居的生活。2010年共同生育一子，2012年分手。2016年他被自由亚洲开除后，在各个机构寻找短工，但是无基本技能而没有固定的职业，偶尔他会声称自己是瑜伽教练。我无从得知任何有关滕彪先生和他之间的事件，也无法给任何一方支持和保证，但有关他的为人，因应友人的询问，可以从共同生活的经历提供一个个人声明供各位参考。他初期获我儿子的抚养权，但是在2019年失去抚养权。FCMP 173 2012，这是香港家事法庭的编号吧？因为他不顾及孩子的生活，四处游玩，只给一个保姆和孩子共计25港币每天购买他们的食物，这是他说是法庭文件上面写的。然后他说他个人则花费无度，每月的美容费用超过1万港币，除了前夫给的补偿，这个毛向辉不是前夫，前夫是另有其人。然后还每月胁迫父母给他支票，另外滥用我给孩子的抚养费，共计100万港元，用于去韩国整容。然后大致在失去自由亚洲工作前，他还有从中国官方在私下赠送的一些报酬，具体交易不详。但是他透过这种关系获取我在中国家人的通讯和隐私，多次进行骚扰，他从未道歉。然后有中文笔会成员指责他在为其工作期间侵占捐款，我无意调查，但是有可信的证人证言。他在2018年左右离开香港去台湾，利用其母亲的资助重新获得健保。他至今仍在侵占父母的房产，其父母抱怨他甚至不支付水电费。他在法庭文件中指责当时6岁的孩子，他还是这监护人期间的孩子，偷窃他的信用卡，把女生的衣服，遭法官斥责。数月前他探访孩子，还指责他偷窃他的电脑而报警，证明无中生有，但是对孩子的身心伤害极大。我们分手的原因是他与一个跆拳教练有染，然后尽管难免有个人角色偏见，以上我已尽力做基本的陈述，而去除辞藻水分。我个人生活平和，所有精力都会做研究和抚养孩子，从不卷入任何人，包括他的个人龌龊或利用公共空间攻害对方。但如果其些事件未得真相便引发虚假同情，以致影响我孩子的未来认知，我会竭尽全力保护他不受误导，以致困惑。此外，我仅与亲朋好友商谈此事，非嫌勿扰。毛向辉，2023年6月。这个写这篇文章的这个毛向辉，你是认识的是吧？超熟的。
那么我想问啊，因为你现在被这个台湾法院判啊，说你由于那几条你发的推文，所以累加刑期加在一起又打了一个折，所以现在要判你入狱12个月。那么其中最重的就是你2023年啊6月23日发的那第一条推文，对吧？那个推文判了6个月，后续的几条推文又累加了几个月，对吧？算是一个连续性的作为。那么好，6月23日你发这条推文之前，你就已经看过了你刚才念的这篇文章，是吧？对，马相威的这个声明啊，在我发推文之前。那么我想问你啊，你当时看完他这篇文章之后，那因为这篇文章是对辛宇女士的一个，我听起来算是很严重的一个指控了，对吧？就是有各种的很不好的词啊，我们就不复述了。那么，你看了这个文章之后，我产生一点疑问啊，就是你会不会看完这个文章之后，你对辛宇有一些不好的印象？影响了你这个后续的在这个事情报道中的一个中立立场呢？没有哎，因为我毕竟不是菜鸟，也知道很多情况下有些情绪化表达，特别是前男友、前女友的表达，往往是情绪化的。但是嗯，呢，这里面我要排除个因素，就是我确实一早就声明，我不会，我不会选任何一边，嗯，不会选边站，这是所以你六月我二十三日的推文里只说的。是为了收集各方观点而已。真正要做报道的话，要做总结，也是收集完所有资料之后才表达自己看法。也就是说，新闻和但是还评论是要有一点啊，分开的。就是那你做这个事情啊，你的动机是什么呢？我的动机就在我的那个推文里面说，我说为了避免形成各执一词的罗生门，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这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人说假话了。那但是这是他们3个人之间的事情啊，就是他你为什么们抛到感兴趣？公共空间，他们抛到公哦，共空间来了，并且我真的认识这三个人。所以你觉得你有一定的，因为你怎么说呢？因为你都认识，有一点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对吧？你可以，并对，且呢，我也知你认为这个事道。情在公共空间内，你可能有一对定的责任去把这个事实厘清出来。你当时是这么想的，对是吧？对，并且我真的认识这三个人，并且这个事情确实是他们自己抛到公共空间来讨论的。嗯，那他为什么要告你呢？就是陈玉新要告我他不告是滕彪，觉得不告这个毛向辉，不告这些人，他为什么要告左拉呢？因为欺负我比较容易呗。我们说的再理智一点、客观一点，就是有没有一些什么原因？你因为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你肯定好，你那会去反思这也等，个事儿嘛，对吧？那为什么要告我？也要等到我们把所有的细节聊完之后，我才能嗯，够根据前面讲到的所有细节，证明他告我就是一场恫吓和恐吓，不让我继续挖掘真相。因为有一个点，我刚才听起来是产生了一个疑问的啊。你嗯。看啊，他现在告你最严重的就是最开始就是6月23日你发的那条推文，对吧？以及那条推文之后的几条推文加在一起去告你，然后台湾法院这个判呢，也是从这几条推文来判你，就是他们认为你有罪啊，你认为你是清白的，OK？那么，但是在这个第一条推文，就是6月23日这第一条推文里，你就已经说了这个话，就说辛宇要告你，也就是说，在六没有没有没有，月二十三第一日你没条推文第一条推文第一条推文里面是滕彪向新宇致歉，但新宇不接受这件事情，我真的不方便站队，不方便嗯站队就是表明了我是一个独立的立场，不，这就是但你后我的初衷。在那条推文里后面你写说什么他不告滕彪，什么现在还要什么拉上那是第还要拉上六条了，那是第那是第六条六条了。哦，那等于就是说在这个6月23日之前，辛宇并没有说要告你是吧？对，没有。那你觉得那你是什么时候他说要告你？是直接告是知你，还是就在公共这个层面上就说我要告左拉？我要查，但是新宇他的一个告我的他的一个理由是说什么，我嗯，让他什么一夕破功，说我揭露他名字影响他回香港，他还把自己当成被中共迫害的敏感人士，我就觉得这完全是荒谬的谎言。
我等一下我找一下那句话。嗯哼。那也就是说，他现在告你，就我觉得你肯定会反复的去回想这个时间点啊。你觉得就没有，我是从没有反复的回想时间点，而是做了一个时间轴，把所有的事件，不是，单独的我想问事件按你的话是这个，就是我想问你，就是你认为你是哪一条推文把这个新宇女士给惹恼了，她一定要告你？就是从第一条推文开始嘛，6月23号这条是吗？你觉得？是哦，那原因就是字面上他解释的原因就是说，你在这条推文里并没有称呼他为新宇，而是把他的真实姓名说出来了。他是这么说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一嗯，个借口和谎言。他自称真名没有和笔名相连接，自称从事敏感工作，刻意用笔名保护自己的真名，在公开网络资讯上因已经被逐渐遗忘、被忽略真名。但是这个谎言我很容易能证明，就是在2023年6月20号之前，他会6月17号就和那个潘家伟在 YouTube 上面做节目，叫《新语加言》，这是最近的露脸。然后他也在维基百科上是被注明是香港第100电台的主持人，听风者节目主持人。他也在 Twitter 上早年就直接公布了自己的真名、笔名和 Twitter 账号，也拿过什么香港记者协会的一个什么人权奖项，新闻报道的人权奖项，也担任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的副会长。这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早就自行揭露真名的公众人物，但是他偏偏要撒谎说真名没有和笔名相关联，还撒谎说从事敏感工作。他要真从事敏感工作的话，他连去香港探望他的和毛向辉的私生子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他完完全是在但是你刚撒谎。才也说了，你看到今天给你做节目，我才知道他的真名是什么嘛，对吧？之前听到的都是他的这个笔名新宇。那么，你也说了，他等于是早年在一个什么 Facebook 还是什么平台上曾经公布过自己的真名，但是他，没有这么简单。我说了，在事件的前5天，他还在做节目，他露脸，然后名字的话一直挂在甚至他推特到现在也挂个第100主持人，但是挂的是新宇，但是维基百科上面早就把他名字长期就挂在那边，第100主持人陈玉兴，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要隐藏自己名字的做法，他是突然之间出尔反尔说，哎，你不能用我名字，我要告你哦。这个等于啊，这个案件啊，今天我们关注其实是这个你跟新宇之间的这个案件啊。那么在台湾，这是一个关于个资保护的这么一个案例，是吧？等于个人资料嘛，个人资料。那么就是说他的照片、他的真实的姓名啊等等，这些都是他的个人资料。那么我们先来到这个案件最终的现在等于你是刚才有观众问嘛，要不要我就说你可以解释一上诉。下法官的判决的理由，对，然后再我觉讲一得我们把下我的。这个事情先拿出来说，然后可能更有助于大家理解。因为现在我跟观众说一下，就是左拉呢，他已经经过了1次、2次、3次的这个上诉，等于现在已经是终审判决了，对吧？就是没有办法再上诉了。那么这几次判下来，那么法官最终的判决，那么由左拉来说一下，好吧？就是他到底是在哪一点上认为你是有过错的一方？法官的判决是说我违反台湾的个人资料保护法的第20条。第20条是这么写的，第20条是说，非公务机关，也就是说我们这种个人不是政府机构，对个人资料利用，也就是说非公务机关包括个人也包括商业组织，因为它不是政府部门，然后对个人资料的利用，除第6条第1项所规定的之外，应于收集之特定目的必要范围内为之。也就是说，收集是一个动作，然后利用是一个动作，然后还有一个目的。但是呢，好，我先说完这3个要点：非公务机关、利用、收集、目的，这4个要素。
然后他在用了的是，然后他说违反这个，说我做目的之外的使用，然后再拿第41条个人资料保护法第41条来判我。我找一下。第41条是说，意图为自己或者第三方之不法利益或损害他人之利益而违反第20条第1项规定，足生损害他人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00万以下罚金。就是说，他认为我用他的名字获得利益。通常来说，那个20条是针对什么东西进行约束的呢？比如说，我来你的电商网站买了一个产品，结果你拿我的地址、email 地址、个人地址给我寄选举广告，这就等于是做目的之外的使用了，要罚款，要判5年牢。但是我这个情况呢，我觉得我并没有产生什么的利益，也没有损害他利益，他名字是自行公开的，不构成伤害，甚至连在这个点上，我听起来是有这么，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因为我刚才听啊，它这里面是有2层意思，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就是说，你用了他的个人资料啊，不管是照片还是真实姓名啊 ，OK， 那么对他等于是你要么你自己获利，你自己获得某种利益。那么另一层意思是对他造成伤害。我觉得，因为在这个事情是我没有感觉到你获得什么利益，对吧？那么这一层可能不是法院或者法官判你的主要的判例点，可能是另外一层，就是他认为法官认为你对辛宇女士造成了伤害，是吧？应该是在这一点上去判的，对不对？但是辛宇一直想告我诽谤的话，每次检察官都说不构成诽谤，跟什么谩骂毫无关系。所以这里是这样的，法官是这么做的，他认为我获得利益了，然后损害利益了，所以要判我，然后就判我6个月。那到底是怎么样损害了他的利益呢？好，接下来利益就是好像是什么，我是受害者，我不能公开啊，我是性侵受害者。但是这个是他自行公开的，所以呢，我要用的法规是个资法的第9条。第9条怎么说呢？第9条就是，稍等啊，我先给你再确定另外一个事实啊，就是你发的这些推文里，不只提到了他的真实姓名，还发了他的照片，对吧？对。其实也是一个挺关键的点，就是说照片也是我在公开场合拍的。作为一个媒体从业者，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获得的这些资讯，对，你获得资讯的这个渠道是公开的，就是照片是他自己公开发出来的，然后姓名也是他自己公开发布出来的。但是呢，到你这里呢，你把它整合在一起发这个推文呢，我觉得可能有一点是对的，就是说把他的真实姓名和他的这张照片放在一起，这进行了一个关联，对吧？让大家知道这个人某某某他就长这个样子。首先让公众有这么一个。那么其次呢，就是我觉得法院其实这点很重要啊，就是说你得来这些信息是从公开层面的这个渠道没有问题，但是你拿来怎么用还是挺关键的一点，对吧？就是你拿来用的目的是什么，接下来就要接下来我就要拿个资法第9条来回答你了。因为这个我们完全不看法律的话，我们会有一个直觉，就是报道者、新闻写作者引用公开资料何来违法之说？所以呢，个资法里面也没有伤害我们媒体从业者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它的第9条有提到，有下列情形者，得免为前项之告知。第一点就是有前项第2条所列各情形。好，第2条是当事人自行公开或者其他已合法公开之个人资料。还有一点是第5条，就是大众传播业基于新闻报道之公益目的而收集个人资料。前项的告知目的就是说什么呢？他说应在处理或利用前向当事人告知个人资料来源，以及前条第1项至第1款至第5款所列事项。前条是哪一条？就是第8条。前条第1项是什么呢？第1项第1至5款是什么呢？公务机关或非公务机关
依照第15条或第19条规定，向当事人收集个人资料时，应明确告知当事人以下事项：第一，公务机关或非公务机关的名称；第二，收集之目的。好，这个目的就匹配上了。我做新闻报道是不需要告知新闻目的、告知使用目的的，因为是公开的资料。然后第三，个人资料之类别也得为免为告知，个人资料利用的期间、地区、对象和方式也免为告知。当事人依第3条行使权利及方式也免为告知。所以这第1至5项全部免了，就是等于是这个个资法完全没有阻止新闻业者来报道一个事情。但是现在是法官他完全规避这一条。对，但有一点我是这么理解的，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就是说我的或者一个人的个人资料，我自己把它公开出来，但是不代表说他就不需要被保护。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这么说，就是说我可以把它公开出来，但他还是要受保护，或者在某些时候他需要受保护。你公开了就不是 privacy 了。privacy 只有1次和0次的差别。但是你不能够假设陈玉新要告的话，他应该告，对吧？你不能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啊。我没有想怎么用，我都是基于公共目的来报道，我不是拿它来发广告。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我们可以，当然这个话题也可以提前到这里来说哈，因为我们是想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说大家探讨一下，就是这个度在哪里，或者我们应该怎么能够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你看啊，你是想拿来说这个事情的一个来龙去脉，去剖析出这个真相。但是当我们提到这些人的时候，你当然你知道辛宇的真实姓名是什么，你也知道他长什么样。但是你在发那个推文的时候，其实你为什么不可以只叫他辛宇呢？而一定要把他的真实名字说出来呢？第一个，我认为每个人都是公众人物的情况下，我提到北京的 ID， 提到北京的名字，这是一种基本的尊重，对不对？对，但北京是我的笔名啊。好，就像辛宇是他的笔名一样啊。好，你提到我的时候，你给我一个艾特和不给我个艾特，观感上面是不是不一样？你给我一个艾特，就是让我知道这个事情。左拉，你没有回答我的那个问题。你没有回答我的那个问题。你看啊，左拉是你的笔名，或者是你的。左拉是我的真名，左拉是我的真名，我的证件名字全部是左拉。我的证件名字全部是左拉。不是，那你等于你之前在中国的时候，你是有另外一个名字的，是吧？我的名字是公开的，我们公众人物对名字就不应该主张任何的什么私密权，自行公开的。因为是这样，就是当网络上去查你的资料的时候，是可以看到2个名字。当然我不想在这里说啊，就是说除了左拉，还有另外一个3个字的名字，对吧？那个名字是你的，我不知道是你的曾用名，还是说你在中国的时候的名字。那左拉可能是你到台湾之后改的名字，是不是？那你现在的正式文件上都叫左拉，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看啊，我们会更尊重说你想用什么样的名字，你更想用左拉，而你不想用你之前的那个名字，对不对？所以我们像今天我会说北京对话左拉，而不是北京对话你之前的名字。那我觉得我不知道啊，因为我觉得辛宇我是不认识的啊，辛宇我是不认识的，我们也从来也没有说过话。但是我觉得他会不会更希望人们是用辛宇这个名字？因为他并没有说把辛宇改成他的这个身份证上的名字，对吧？他希望别人他想保护一下他自己的真实性。对我来说，我不受他约束，我不是他的员工，也不是他的下属，之间也没有契约关系，所以我用他哪个名字都是合理的。何况他的名字是自行公开的，不是我的自由，是我跟他是相互独立的，互不隶属。互不隶属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但是我会觉得就是说，这里面还分一些不同的领域吧。我觉得是不是啊？是不是？因为我只是想探讨，我只是想知道法官是怎么想的。因为会不会由于这个事情涉及法官怎么想的？我告诉你啊，法官在我你先稍等一下，我先把我的问题说完。会不会由于这个事情涉及到性侵或者涉及到 Me Too 运动，所以呢，法官认为当事人就是辛宇对于自己的这个个人资料或者隐私有一个更高的保护上的期待，所以会把你这个事情更严格的去判，会不会是这样？不是，因为个资法里面完全没有提到
个性侵的或者是性的关系。假设有的话，那就是第6条。第6条就是说，有关病例、基因、医疗、性生活、健康检查以及犯罪前科之个人资料，不得收集、处理或利用，但有以下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法律明文规定；三、当事人自行公开或其他已经合法公开。就是这条略微提到了性生活或者犯罪前科，略微跟你所说的性指控可能会有关系，但是法官都不让我用这一条免责。他法官当时怎么说的？法官说，这个事情跟是不是公众人物没有关系，但是我一来就是把这个事当成是一个公众人物来辩护，公众人物的公众名字没有隐私权来辩护的，因为他的名字是自行公开的。如果要谴责的话，陈玉兴应该告陈玉兴泄露个资，泄露个资的出使者就是陈玉兴，不会是我。所以他的那些谎言，我真的能证明的情况下，法官却置之不理，我就觉得这法官太蛮横了。蛮横是一个古汉语了，我不知道其他地方听不听得懂，但台湾这边听得懂。蛮横就是说人家笨笨的。就是你这几次遇到的是不同的法官是吧？这几次上诉。一审法官、二审法官、三审法官当然都是不同法官，但一审法官比较年轻，二审法官比较年长，三审法官没见过，因为三审不用开庭。哦，然后他们对于这个事情的判决是没有变过的。他们就完全不提我的个资法第9条、第8条的免责条款，因为确实就是他们，因为我现在听下来啊，我听下来是这种感觉，就是法官为什么会这么判呢？他们可能就是觉得在 Me Too 运动，或者说在一个涉及到有可能涉及到性侵的这么一个案件中，那么这个当事人是相对弱势的一方，或者相对敏感需要保护的一方，那么他的感受就是说，当他在公众层面，比如推特或者哪里去揭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讲说，就是我们站在第三方啊，会觉得这样的人，这样的女生很勇敢，对吧？我们要鼓励她，我们要支持她。那么她可能感受到比平常更多的压力。那么这个时候呢，当你站出来发了这条推文，然后又放了她的照片，这个照片还并没有做什么模糊化的处理，然后又写了她的真名，这个真名呢是她平时。就是你可以说他也自己公布，但是这个机会比较少嘛，他更多的是以新宇这个名字在活动嘛，对吧？好，你把他的照片和真名都写出来了，那法官会不会认为，你的这些做法给了他无形中的这种压力和某种程度上的损害，所以他用来这个来判你？法官有没有这么想我不知道，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这完完全全是。我只不过做的事情只不过是重复了一下他说过的话而已。因为这些资料都是他公开的呀，他自行公开的，等于是我重复了一下陈玉兴说过的话而已。还有一个点就是我想到的，有可能，因为你看啊，他是这么判你的嘛，就是第一条推文判你6个月，对吧？但是不只是这一条推文啊，后面还有2、3、4什么5、6什么这些推文，每个都是什么3个月、4个月，然后加在一起好像加在一起是20多个月是吧？最终变成12个月。第一条6个月，第二条6个月，后面几条5个月，再另外几条5个月，所以总共是22个月。但是实际上他只要我服刑12个月，还给我打了个折扣。OK， 那其实你看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有一个连续性的问题。对吧？连续性的，法官有考虑讲一个事情，但是我不能够连续的，短时间内的我不停的去发这个，那等于给当事人另一种压力嘛，是不是？就是连续性的轰炸，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你需要理解一下，很多官员是官僚化也好，保守也好，然后有偏见也好。甚至有种族歧视也好，这些是都可能存在的。比如说法官一开始就未审先判说这个跟公众人物没有关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误导和错误。就法官认为新宇不是一个公众人物。不，法官我还只是在证人质询阶段，他说这不是跟公众人物没有关系，这等于是预设立场，等于是未审先判了，他是法官呢。
对，我觉得你说这点是有道理的，对，他不能预设一个立场。所以你不能预设法官是公正无私的。那没有，我没有他有我没有预情绪，我我他有律没有预设师立场，立场，他有偏见。何况因我是一个为因为光头，又是一个中国口音的人，他们大概率是会歧视的嘛。对，所以你现在的点认为啊，我们因为是这样啊，我今天做这个节目，因为毕竟现在现场只有你一位嘉宾嘛，对吧？也没有新宇在，也没有那个法官在，我们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更多的一个多元讨论了嘛。但是我也只能听你一面之词啊，所以我可能会更多的站在一个不那么站在你这个立场的一个 challenge 的角度，因为我们要把这个观点激发出来，才能让大家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嘛。所以我并没有预设，我并没有预设法官一定是。就是台湾的法官一定是公正的，我没有做这个预设啊，我知道肯定有各种各样问题。你刚才提到这一点是有道理的，就是他不能说有一个预设的立场。其次呢，你刚才提到了他有可能对你的长相或者对你的这个大陆口音有预设的歧视，是吧？你认为？他只要他说出了那句这个跟公众人物没有关系，还只是质询阶段。他就说出这句话的话，我就觉得他这样的斥责我毫无道理的。何况当时我没有律师的情况下，因为我甚至我不知道检察官阶段的律师在法庭阶段他是撒手不管的，要法庭阶段要重新雇佣律师。我没有律师的情况下，他呵斥我、恐吓我，还预设立场这么弄的话，我就觉得我肯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了。然后因为我这么多年也一直在从事新闻报道，我当然知道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隐私的原则。这个案子就是他自行公布的，有新闻价值，也有引起了公众的注意，有 public concern，并且所有的人都是 public figure， 然后都是自行公开过名字的，并且所有的名字啊、照片都是 legal obtain， 就是合法的取得，并且我的内容也没有任何冒犯性的内容，伤害他人利益何从谈起？因为你有一点我觉得做的挺好的，就是这点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看，我觉得你在你发的一些推文里，在称呼新宇，包括滕彪，包括就所有这些人的时候，你在描述的这个过程，你并没有使用一些怎么说呢，很情绪化的一些指控的措辞，对吧？对啊，或者给他们贴一些标签，对那种标签式的话，对吧？比如说他就是什么。对不对？他就是好色呀，或者他就是什么可恶啊，他就是有病啊，什么就类似这样的话。因为我们有时候在网络上，就是大家吵两句，肯定会用这样的语言，但是你是不会用这样语言的。我觉得这点做的挺好。如果你用了这样的语言，可能会这一点足以证明我没有恶意，没有伤害人呐。我确确实实公平公正的来记录这件事情，不预设个人色彩，不预设立场。但是当时在聊这个事情的人很多呀。在推特上，我记得虽然我没怎么太多参与，但是我看到很多人在聊，为什么就告你呢？告我是可能欺负我呗。左拉好欺负，你看他告我，左拉是个不好惹的人。他告我，你看他告了4个案子，这个我给你看啊，他持续在告我，昨天晚上又去告我了。他告了四个起诉案，112真字553号，113数字25号，这是民事的。113真字4949，还有114是真字3919，114、3919的话，现在已经被法院做了一个不起诉处分了，所以我提到他名字完完全全是合法的。他老说我提到他名字，所以是3919。不是，那现在就说你提到他名字是合法的，那现在究竟哪一部分是违法的呢？就是违法，就是他认为我有恶意。观众里有人留言啊，觉得对你这个听到现在觉得法官对你的判决是对的，有人这么说，所以这当然这个是没关系了，就说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包括大家和我现在都有点听不清楚。那现在法院认为你可以提到他的名字，没有？那你到底做错了什么？法院认为我有恶意，你有恶意啊，就是你我伤害他利益了。对，所以现在还是回到但是他没有证明这一点，他的个资是他自己是一个公开的资料，对吧？他的名字、他的照片都是他自己公布出来的。你获得这些东西，也不是说你去偷拍了他的照片，你只是在网络上
拿下来用到这个照片，对吧？用到他的名对字，那你获得这个资料的渠道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使用这个资料写对了那些推文？你的这个动对机，法院认为你对新宇造成了伤害，对吧对？OK，我对，们现在他就是第41条认为清楚了一点。我获得了不法利益，然后伤害了他人利益，但是这个获得利益和伤害利益这部分，他们并没有充分的证明。我的法官，我最近的法官，我请了一个法学博士，他里面就有强调这一点，检察官并没有证明我获得什么样的利益，出于什么样的对，你意图，没有获得他并没有证利益，明这一点。但是也没有证明新宇受到了怎样的损害，他的利益受到怎样对损害，是吗？对，我只是复哦，述一下他说过的话而已，就是他应该是告的人最应该告的是他告自己。那现在这事情怎么办呢？就是说你已经3次上诉了，对吧？哦，3次上诉的话，现在嗯如果有新的事证出现，是可以要求再审的。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的事证能够证明法官搞错了，或者是证明新宇搞错了，所以我要继续的获得公众的帮助，看谁能够告诉我该怎么去做。还有一个做法就是，如果大家都认为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至关重要，他这个案子判决会造成寒蝉效应，会让其他的台湾记者永远的不敢碰这个人，碰陈玉兴这个人，那就是寒蝉效应了。比如说我昨天我就收到一个学者的留言，就是明显的寒蝉效应。他说的是什么？你嗯发文再次公布他名字，他还可以再告你，再加判刑，请三思。然后我的回复是，他已经告3次了，其中1次免于起诉，不要有寒蝉效应，否则就是上他的当。也就是说，刚才你提到的，老提到嗯他还可以再告我，他确实会再告我。他昨天就已经在告我，是因为我新闻发布会又提到他名字了。啊，他又告你了。对，哦，所以问题就是他总觉得自己应该在暗处把我这个在明处的人使劲的告，他觉得他名字不应该被提到。你刚才提到这个寒蝉效应，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因为你也说了这个事情，因为你在台湾，那么新宇女士当事人她也在台湾，对吧？等于你们是在台湾的，这是2个台湾人在台湾打的这一场官司。那么你呢，希望有媒体来关注你这个案子，因为它有值得在公共层面讨论的价值。那么呢，你当然更希望有台湾的这种媒体或者自媒体啊，像我们这样的 YouTuber 能够去和你对话或者采访你，对吧？但是到目前为止，是我这么一个完全跟台湾没关系的人在跟你做对话。台湾的那么多 YouTuber，没有人敢和你对话，现在没有人敢碰这个事儿，这就是一种寒蝉效应啊。对，甚至我提供了如此详细的这个过程，如此详细的时间轴，也没有任何台湾媒体敢进行报道。但是以我的身份呢，知名度的话，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才对。嗯，我是希望能看到有很多的台湾 YouTuber 或者媒体可以跟你去做一些对话啊，因为他们对于台湾社会和这个司法体系的了解肯定比我要深刻啊，可能他们会能说出一些更好的分析来，也许会有啊，不要灰心，也许会有。那你现在我们来聊聊你现在打算怎么做吧？因为我就你23号你会去服刑吗？还有几天就到了，还有5天。这不是缓刑，就是实行。实际上要服刑的部分我不会逃避，没问题。但是我一定要想办法申请再审。申请再审的话，要么就有更厉害的律师告诉我哪个证据是可以启动再审的，或者是有其他的学者呀、新闻系学者啊、政治学者能够意识到这个事件是伤害台湾的民主和新闻自由的这个声誉的。如果能够透过政治压力，然后重新审视这个案子，或者让更专业的人来审这个案子，那有机会挽回这个台湾的声誉的损失。所以我就想尽办法要把它政治化。所以我是去策划了一个下周2的一个新闻发布会，邀请记者来采访，我去做一个记者招待会，把我你准所知道的事备开一情讲出来。场新闻发布会是吧？对。哦，OK，
OK，那我觉得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左拉下周2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会怎么做，以及这个事情后续会怎么样。当然了，这个话可能现在由你说不太合适，因为你毕竟在这个案件中啊，因为我是比较倡导，就说任何事情我们都多做一些自我反思嘛，对吧？因为事情可能并不是说，比如你现在坚持认为你是无罪的，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比如在未来的一些做这个类似事情的操作上，可以有一些调整做法上。有没有这？当然我不知道你现在在这个点上说会不会就是给这个法官或者给公众一个印象，就是好像左拉在认错，但是我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说啊？我当然不愿意说，是因为我理直气壮，我不能输了气势啊。很多人说，啊，你不要提他了，啊，你跟他和解啊，有没有和解可能？我说我哪有做错，我理直气壮，我为什么要吃这个亏？因为我作为一个这么多年来的也算是个公众人物，我做我觉得对的事情，这明显就是公开资料，哪也不能引用的，太荒谬了。那你但是我能理解你不方便说啊。那我来说，不是不方便说，我真的我觉得没有什么所谓的反思的地方，真的理直气壮的引用公开资料，哪有？但是这样啊，但我觉得还是查遍了所有的法规，法规里面确实无数次提到自行公开或已经公开的资料无需告知使用目的。其实你看啊，个自法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你看我是做自媒体的啊，因为我也是什么话题我也都会聊，什么样的人我也都不怕得罪，我也都会聊到。但是呢，你这个事情确实给了我一些自我反思的点，就是我在想，哎，原来我的做法是跟你一样的，我觉得就是大大方方嘛，对吧？一切都光明正大的。那你这个东西，你的名字你自己，我从来不去开盒任何的人。就是把人家没公布的隐私拿出来说，对吧？我相信你可能也不会这么去做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底线。那么我原来的想法是说呢，你公开的东西我就大方的用，而且呢，我还特别不爱用人家的那些外号，什么职称啊、外号或者网友给他起的外号，因为有的人是这样的。我也不给别人起外号。对，我也不给，但是有的人就特别喜欢。这么说话，就是他提到任何一个公众层面，他也不说清楚是谁，他就说那个外号，让大家去猜。大家当然也都大概能知道是谁。我原来特别讨厌这种说话方式，我觉得何必呢？因为你都已经不在中国了，你是在自由世界，他姓甚名谁，叫什么名字，你就直接说好了。但是你这个事情给了我一些启发，就是我觉得是不是我们也没有必要把这个。比如说3个字的名字全说出来，对吧？你比如这个事情，其实当时在网络上讨论啊，我们就说新宇，大家也都知道是他，而且本来就是他以新宇这个名字发出来的推特，然后开始这个事情。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没必要说他的真实姓名，就说新宇就好了嘛？那放照片的时候，当然你也没有。当然你没征求他的同意，那你也说了你没有义务征求他的同意，对吧 ？OK， 但是毕竟你是放了他的照片，好像是你们俩的合照是吧？你们俩当时的一张合照是不是放的？合照、公开场所的照片都有一些照片都有。就是这个照片放出来有没有必要？就是因为我们说新宇，那就已经指向他了。有没有必要自我审查？我觉得应该这么问才对。他都常常发这照片，也发我们的合影，对，我没必要这么自我审查呀。堂堂正正，你的名字就是拿来念的，你的照片就是给人看的，你化妆就是给人看的嘛。对，但是你看你现在的这个，就或者说咱们比较相似啊，这个理念，咱们的这个理念和你实际的这个做法被打脸了呀，被台湾法院打脸了。但是法律没有打我脸，是法官打我脸，不是法律打我脸。OK。对，那法官现在打了我们的脸了，说这个做法是不对的，我们不应该反思一下吗？就是还是说我们，所以我们要跟法官吵架呀。我们要是什么都听法官的，那我们还辩论干嘛？都不用自我辩护了。我是很支持你在这个点上去继续的抗争啊，不是说法院怎么判我就怎么认了，对吧？你如果认为自己没错，我就是要抗争，因为在这个抗争过程中，当然你个人会受到很多的损失啊，时间呀、精力啊、金钱呀、心情啊，对吧？各种损失，包括这个公众层面上的声誉啊等等的，因为一说就是左拉败诉了，左拉被判了什么12个月，对吧？这些对于你声誉都会有影响的，这个我能理解。
但是你还是要在这个点上去抗争，是因为这个抗争之后，哪怕最终比如说还是判你去败诉或者什么的，但是在这个抗争的过程中，就像今天我们做这个节目，或者包括以后如果有媒体还对吧找你做节目，这种讨论对于整个这个事情的一个公众认知层面的提升是有很大好处的，我觉得是，这是有公共价值的，对。对，有公共价值啊。当然你的付出就比较多了。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事情从头到尾是针对左拉的诬告，也是针对滕彪的诬告的话，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是不是就有更多人受到伤害了？如果能够纵容这种诬告继续产生，是不是对社会是一个伤害？这些都是需要你还别大众说啊，来讨论的。你说到滕彪这个事情啊，我还得跟你说一下，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就是我也受到一定的伤害，就因为滕彪这个事情啊。你看23年在辛宇跟滕彪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这双方我都不认识啊，滕彪和辛宇我都不认识。那么到去年，等于当时这个事儿，因为我都不认识，我也没什么太大兴趣去关注。到去年呢，我做了另外的一个频道，就我的一个副频道，就是开这种语言类的 party 嘛，大家一块儿瞎聊天。那有一期节目呢，我们就要聊这个美国大选的问题。当时呢就需要找嘉宾来聊，那我们本来预定的嘉宾呢来不了，然后我这边当时有团队啊，现在没有团队了。当时团队里的一个人就说好，那说他认识滕彪，说把滕彪请过来当嘉宾一块来聊行不行？那我其实当时已经过了1年多了嘛，我都已经完全忘了滕彪什么有这个什么 Me Too 这些事儿了，我都真的不太记得了。我也没在意，我说那挺好的，你能请来一个嘉宾，因为时间很紧迫了，我说那你就请来吧。来了之后呢，好，我是主持人，滕彪是嘉宾，然后还有别的一些观众，我们就聊嘛。好，就做了这么一期节目，结束了。然后呢，在推特上就出现了一个人，就不停的追着骂我。他的理由是这样的，他就说滕彪是一个这个性侵犯，他就这么说。那么他的 ID 是不是 S 开头？Sharon，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是这样，就是他呢是一个，后来我听说是一个男性，但是呢他是一直是以自己是这个女权来标榜自己啊。然后呢这个无所谓，但是他骂我，就是说，就每当我为女权发声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在我的下面骂我说北京是假的，北京是还替滕彪背书什么什么。我说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发生，我跟滕彪也不认识，对吧？是因为那一场节目之后才有个互相关注，但是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更多的互动了。然后他就不停的追着骂我，所以我也一直在莫名其妙的受伤害这个事儿，受到牵连和伤害。所以我很关心的这点就是说，滕彪到底这个事情是真的吗？还是说像你说的是个诬告，还是怎么样？那结果双方之间现在都不提了这个事情。我下周二会提，我会把所有的看到的公开的线索来做一个解读。对，因为我是觉得我做的那个时间轴确实是有价值的。对，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滕彪当时的行为究竟是算什么？按他自己说的一场笨拙的求爱，还是说你真的就是性骚扰，还是说你真的涉及到就是性侵或者强奸未遂？这是不同层级的指控啊，对吧？因为如果说我没有做到这个份儿上，但是对方这么指控我，那滕彪当然可以告回去，对吧？当然这是他个人的选择了，但是我觉得你这是涉及到你自己的个人声誉嘛。那你现在不吭声，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认了，我认错，我就认怂了，还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也许是不想花这个时间。对，但是你想花这个时间，对吧？去抗争。不是我想花这个时间，是我不得不捍卫自己的名誉啊！我突然之间变成了 officially， 就是正式的刑事犯罪，罪犯，我就觉得很冤呐。这是刑事案呢。所以我还是要想办法捍卫自己的，顺便把这个事情搞个水落石出，这也是一个积点德吧，免得让这种烂人继续乱搞。哎，你这个我得提醒你啊，你这个不能这么讲的哈，你这个刚才你说的这个词就算是一个标签化的一个词了啊，这个你要是再把它的名字和这个词一块说，就更不对了，这个不能这么讲。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OK，
哎，有人留言嗯说那个陈嗯，女还不断的在线羞辱香港抗争者周庭，不知道是嫉妒还是仇恨。这个我不知所以道，他这个人有羞辱真的，周庭，我不知道。这个我知道，我也看到那个截图，因为周庭 OK，说要退出江湖嘛，然后他就在那边嘲哦讽周庭，这也会是我，OK。星期二要公布的内容。好，好，那我们就期待你这个周二的新闻发布会了。然后你现在这个事情是可以通过就是交罚款，不用去服刑，是吧？是可以一颗罚哦，金，所以我也要再筹款。所以大家哇，如果有什么花不完的钱，唉，支援一下我，求求各位大爷了，我真的要坐牢了，要是交不出来，真的就要进去了。然后我这几年又被陈玉兴搞来搞去，我确实也导致什么劳工组织啊、人权组织这边没跟我展开合作了，说缓一缓，确实也给我哦，的工作带来伤害。所以陈玉兴的这个 cancel 影响到滕彪，也影响到我，他到处举报滕彪，到处举报我。所以呢，他确实是在利用法律战啊，利用网络恫吓啊，利用网络骚扰、辱骂，影响我们这种真正能干活的人干活。嗯，所以这就是我要说的重点。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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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把该说的话基本都说完了，对吧？我觉得我们嗯，今天做这期节目呢，感谢左拉啊，真的是顶着，我觉得你心情肯定不会太好，对吧？因为23号也没几天了，然后即便不去呢，又要交钱，然后你下周二还要去这个新闻发布会，心情对，肯定不会太好，但是还是挤出时间来，真的是现身说法啊！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我觉得我并不是完全站你这个立场，就是你今天说的所有的事情，我并不是完全同意，对吧？因为我也有我的一些看法，但是，我觉得意义就在这里吧，把我们不同的说法说出来，然后大家都思考一下，因为，我觉得左拉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法院怎么判并不是一个盖棺定论，对吧？法官也不一定是100%对的。那当然了，左拉也不是100%对的，那新宇也不是100%对的，所以大家都在里面可能各有自己的一个一面之词的地方和自己的一个主张和声张。那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多元的去理解一下这个事情，多角度的去思考一下这个事情。然后我也会继续的跟踪你这个，后面我们找机会再做这个对话，然后更新一下这个事情的进展。好，谢然后就谢北京是发声的机会，感没谢关注。有应该的，这是应该的。然后祝你圣诞快乐了啊，新年快乐！然后也祝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因为我本来上一场对话已经说了是今年最后一场了，等于给你这个单独谢谢加了一场你为我加班加点，没有，这应该的，谢谢。这应该。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也跟大家说一下啊，所有的人都圣诞快乐，好吧？新年快乐，也祝左拉你一切顺利。那我好，们大家新今天就年快乐。聊到这里，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